我和弟弟同时挑选兽人媳妇，他想都没想，选了那战斗力爆表的白狼，而我心疼兽人命运可悲，挑了斗兽场里那条快死的人鱼。可谁知白狼暴气得很，根本看不起人类，弟弟费尽心思也没能驯服他，反倒是我那条人鱼媳妇温柔又体贴，不光天天伺候我，居然还会治病，把我残废多年的双腿都给治好了。弟弟一看这就红了眼，怕我跟他抢家产，居然弄了场车祸把我给害死了。等我再一睁眼，重生回到了挑媳妇的那天，这回弟弟抢着选了那条半死不活的人鱼。陈峰，你这不是胡闹吗？那人鱼看着快死了，能不能救活都两说，怎么帮衬你？咱们陆家选媳妇儿是要能干活、能打、能帮衬的，你选个快死的像什么话？爸，我就要这条人鱼，您就依我一回吧，我保证它绝对比那只白狼有用，您信我一次，我什么时候让您失望过？看他那副模样，我敢断定他也重生了。我和陆晨风是亲兄弟，本来我是父亲最看好的接班人，可12岁那年，仇家找上门，绑走了我和老妈。老妈为了保护我，死在了仇家手里。我亲眼看着他离去，拼了命反抗，侥幸从魔窟里逃出来，却废了双腿。爸妈感情好，父亲不愿面对老妈去世的事实，怪我没保护好老妈。再加上陆家世世代代做火力生意，最看重子孙的武力值。我虽然有天赋，可成了只能坐轮椅的废人，根本上不得台面。父亲也就放弃了我，转头去培养弟弟陆晨风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都习惯父亲偏心他了。现在陆晨风不过是撒个娇，父亲也就只好无奈答应了。小少爷，我叫清雅，谢谢您救了我，往后我一定好好服侍您，我做牛做马报答你。好，好，好，小美人，往后可得好好伺候我，我就指着你了。你知不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？我的傻弟弟，这条有毒的人鱼，你尽管当宝贝捧吧，它的温顺全是装的，你对它越好，它越恨你，你就等着吧。我要这只白狼。我的好哥哥，你疯了吧？谁不知道狼族最难驯服？你一个坐轮椅的残废，凭什么让他低头？他一个爪子就能拍死你，我站着都未必驯得了，你坐着做梦呢！陆明，你想清楚了，狼族确实难驯。你没错，我是残废，我是陆家谁都能踩一脚的废物。可命是这样，不代表我就认了就不争。爸，您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您当年教我的，陆家的人要么不做，要做就做到最好。好，我就再信你一回，别让我失望。自从母亲走后，我和父亲的心就越走越远。这些年在陆家受尽冷眼，我从没求过他，这是头一回。冥冥中，我觉得苏荷能改变我的处境，或者说，我需要一个能和我并肩的人，而不是一条只会伪装的鱼。我不会强迫你，你愿意留下就留下，不愿意随时可以走。虚伪，你们人类都一个样。开始了，比我想的还快。少爷流了好多血，快去拿急救箱来，快去拿止血药。老爷，大事不好！陈峰少爷他伤了自己，腹间血流不止啊！什么？啊，陈峰，你没事吧？伤哪儿了？快让我看看。爸，我没事儿，刚才是试试清雅的本事，他说能治好，我试了，真的好了。你看，一点伤都没有，连疤都没有。我是人鱼族这一代医术最强的，我的眼泪有超凡的治愈力，甚至能起死回生。再重的伤，在我这儿也能恢复如初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就能救活任何人。你有这本事，当真？爸，我早说了，我选的绝对没错，就不知道哥哥选了那么好的白狼，能不能用得上？他那白狼现在人在哪儿呢？该不会是跑了吧？我猜肯定跑了。哼，我陆家的儿子连个女人都驯不服，你看看你弟弟，再看看你，一个站着一个坐着，差距怎么这么大？爸，哥哥也不想这样，您多给他点时间吧，毕竟他腿脚不方便。那白狼又凶，慢慢来，我不着急，我等得起。装的真像，可你眼底的狠辣，我一眼就看穿了。你恨我们，我知道，但你动不了我。你为什么不绑我？为什么不打我？别以为这样我就会感激你。你们人类都是一个德行。我说过，我不会强迫你。你恨人类，我知道。换我是你，我也恨。我娘被人害死的时候，我也恨。你想跑就跑，想留就留。但如果你想留下来，这里有饭吃，有床睡，没人打你，你自己决定。我说话算话。果然跑了，也好。大少爷，不好了！陈峰少爷那边又出事了。什么事？慢慢说。昨晚陈峰少爷院里传来惨叫，一整夜没停，那声音听着瘆人。今天早上佣人进去，发现他满身是血，躺在床上，但伤口又全好了，可他人像是虚脱了一样。是吗？那挺好。清雅姑娘医术高明，能叫一夜，说明精神头不错。可陈峰少爷那样子看着不太对劲，像是被什么东西折磨似的，眼睛都凹进去了，脸色发青。去回父亲吧，我待会儿过去看看，让厨房熬点参汤，给弟弟补补。陆晨风，你上赶着找死，我拦都拦不住。清雅那条人鱼恨不得把你们人类抽筋扒皮，你还把它当宝贝，蠢货！你没跑？跑了，又回来了。为什么？外面不好？外面的人都想抓我，卖给别的人类。我跑了3回，
3回都被人追。我想了想，你这里至少不打我。那挺明智。饿了没？我让厨房给你弄点吃的。不饿。等着，准备饭菜。是。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不是对你好，是对你公平。你恨人类可以，但在我的地盘上，我不会让你饿着冻着挨打。这是做人基本的底线。老陆，你家陈峰这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？半个月不见，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？这体格比那些兽人还壮。是啊，这体格这身板比好些兽人都壮实。陆总真是虎父无犬子啊！陈峰，你自己跟大伙说说。这是清雅，我媳妇儿，她是人鱼族的神医，我这副身子骨全是她调理出来的。她每天给我喝药，1天3碗，半个月就这样了。陈峰少爷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怪不好意思的。怕什么？你是我的人，抱一下怎么了？让他们看看我陆晨风的媳妇儿有多好。我这点算什么？我哥领回去的兽人才叫厉害呢。我哥挑的可是狼族里最凶的白狼，要是能驯服了，那才是真的大助力，比我这人鱼强多了。陆大少爷，今天怎么不把白狼带出来让大伙开开眼？听说白狼可是稀罕。对呀，听说品相好的白狼千金难求，我也想见识见识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这些畜生！弟弟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苏荷是我的兽人，你凭什么绑他？爸，您瞧瞧，我好心还被怪上了，我这心里冤啊！这白狼苏荷桀骜不驯，光这半个月就跑了15回，15回！像这种兽人，跑一次就得狠狠打一次，打到他服为止。可我哥倒好，自己的兽人不驯也就算了，还由着他跑，他跑出去万一伤了人，丢的是我们陆家的脸。我这是帮我哥。刚才听下人说苏荷又跑了，我赶紧派人帮您抓回来。哥不屑我解围，反倒怪我，这说得过去吗？人类驯兽人向来是靠打压，不听话的被打死的还少吗？我这是帮他。小少爷说的对，兽人就得打，不打不服。是啊，大少爷太软了，这样下去可不行。来人，把这个不服管教的兽人押下去，抽50鞭，让他知道陆家的规矩。爸，苏荷毕竟是我的兽人，能不能交给我处置？我保证不会再让他跑。哦，你想怎么处置？像以前一样由着他？爸，我觉得人类应该把兽人当成平等的人来看待，靠打靠压换不来真心服从，得去理解他们想什么，要什么。他们也是人，只是长得不一样。胡闹，一派胡言！哥，你这话真是闻所未闻，太可笑了。你这么同情兽人，是不是因为你自己残疾，低人一等？都给我滚！好好的寿宴，全让你们毁了！求求你们不要这样对他！你来干什么？看我笑话？鞭子虽然伤不到你，但容易留疤。这药能去疤，我帮你上药吧。你自己够不着。不用，我自己会。对了，那个陆大少爷，叫我陆明就好。陆明，我只是想问你，今天在宴会上说的话是真的吗？就是你说的人类和兽人平等那些话。我确实是这么想的，所以放心，我不会强迫你做任何不愿意的事。我们只是相互扶持的朋友，你依然是自由的，想做什么不想做什么都由你自己决定。你这个人怎么跟别人都不一样？可能因为我也是被人踩惯了的吧，我知道那种滋味。苏荷呢？今天跑了没？回大少爷，苏荷夫人她今天没跑。那他人呢？这是我亲手给你做的早饭，怎么样？感动不感动？我天不亮就起来弄的。不错，很有嚼劲。那当然，我苏荷要么不做，要做就做到最好。今天怎么不跑？
还想起来给我做饭了，有什么心事？我娘和2个姐姐都被人类抓走，生死不明。我们白狐一族太强，好多人类抓我们去当打手。我从小见过太多同类被人类折磨，被活活打死。我恨死你们了，可你好像跟他们都不一样，你没想过伤害我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不会伤害你，现在不会，以后也不会。你愿意信我吗？那我还有件事想做。我虽然是这一代雌性里最能打的，可我其实不喜欢打打杀杀。我是个特别爱美的姑娘，一直羡慕那些人类女人，能穿漂亮裙子，戴好看的首饰。我以前就想，要是有一天我也能漂漂亮亮的就好了。那还不简单，我带你去买，想买多少买多少。可我是兽人，那些店会让我进吗？陆家的名头还怕这个？大少爷这是被白狼迷昏头了吧？就是，哪有把兽人当祖宗供着的，简直是疯了！真好看，要是姐姐们也能穿上这么好看的裙子就好了。陆明，我想他们了，不知道他们是死是活，过得好不好？他们要是还活着，我帮你找回来，我说到做到。真的吗？你真愿意帮我？你是我媳妇儿，我当然愿意。陆明，其实你的腿不是没救，我有办法。我把白狼一族祖传的疗伤秘方告诉你，受人重伤都能救，只是绝不能外传。上一世，苏荷一直跟陆晨风不对付，不管怎么打怎么罚，他都不肯低头配合。陆晨风眼睁睁看着这么强的战力却用不上，只能干着急，气得直跳脚。所以看到我的清雅又温柔又会治病，他眼红的不行。这一时才毫不犹豫扔下苏荷，选了清雅。在他眼里，苏荷再强也难驯，我肯定要吃尽苦头。可陆晨风哪懂，兽人和人一样，得将心比心，用真心去换。他驯不服苏荷，不代表我也不行。忍一下，刚开始会有点麻。没听说那事儿，男的叫的比女的还惨，安心当你的残废吧。苏荷嫂子，要是觉得我哥不行，也可以来找我啊。你干嘛拦着我？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。你想什么呢？今天就到这儿吧。快到上一世和陆晨风命运转折的火并了。上一世清雅给我增强体格时，大概是不想让我死得太早，惹人怀疑，差不多1周才给我加强一次，循序渐进。但陆晨风向来性子急又自大，上一世吃过亏，太想早点除掉我这个眼中钉，天天缠着清雅给他做体格强化，1天3次药往肚子里灌。周身气场凶悍，与人的温和感相悖，更显兽性。陆家几代没出过体格这么强壮的后代了。做军火生意，黑白两道游走，有这么个能镇场子的路，家人坐镇，只有好处没坏处。而我依旧瘦弱单薄，风一吹就要道士的坐在轮椅上，话都不多说。陆明，我本以为你当初让我在斗兽场买下苏荷，是真想振作，可你太让我寒心了。既然这样，今年跟陈家帮的军火交易就交给陈峰全权负责，你往后也不用再管着他的事了，安心养病吧。爸，虽说哥是颓废了些，可毕竟也是咱陆家的继承人之一，要是说换就换，外人看了还以为咱们家内部不和呢。我跟着一块去，真有变故能给哥兜底。陈峰啊，你是个大度又有担当的孩子，
知道为家族着想，比你哥强多了，听见了吗？看在陈峰的份上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这是最后一次了。是，爸。可那个一根筋的父亲哪里想得到，陆晨风，这哪是什么兄友弟？恭为家族考虑。他分明清楚，这次去必定会出乱子。上一世就是陈家帮反水，到那时他就能顺理成章坐上家主之位，谁也说不出什么。交易那天果然跟上一世如出一辙，地点是郊外一个废弃仓库，四周荒无人烟。陈家帮派来接头的人没说3句话就掏出藏好的凶器朝我们的人捅过去，刀光闪烁，站在前头的几个打手应声倒地，鲜血喷涌。等回过神来，现场已经血肉横飞，惨叫声四起，乱成一锅粥。陆晨风一点都不慌，不动声色往后挪，躲到一根柱子后面，也不出手帮忙，就那么眼睁睁看着陆家带来的人一个个倒下，嘴角甚至挂着笑。陆明那个位置前头有块铁板能挡一挡，可他坐在轮椅上，目标太大，很快就被陈家帮一个打手盯上了。那人满脸横肉，眼神凶恶。好哥哥，你就安心去吧，陆家以后就是我的了。陈峰动了手脚。上一世虽然带头交易的人反了，但跟着叛变的人并不多。到了这一世，陈家帮将近一半的人都跟陆晨风的人打了起来，而且有些陈家帮的人明明离陆晨风很近，却压根不去动他，明摆着是私底下达成了什么交易。苏荷，看你的了，一个不留。交给我。苏荷大杀四方，飞快救下被刺伤的陆家打手，又一己之力把陈家帮的人杀得只剩一个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你应该死在这儿的，你怎么能站起来？一直缩在陆晨风身后的清雅也没装柔弱，用探究的眼神打量陆明，满是惊疑。说为什么毁约？为什么要杀陆大少爷？谁指使的？是陆小少爷，是陆小少爷指使我们的。他给我们一大笔钱，让我们趁乱弄死陆大少爷，真不是我愿意的。我也是听上头命令，饶我一命吧，求求你。因为闹得太大，父亲那边收到消息，火速让司机开车，又带了10几个家仆赶到现场。他匆匆进来，便看见被苏荷制住的陈家帮小弟以及陆家躺了一地的重伤打手，满地鲜血。陆震天脸色瞬间铁青，浑身发抖。到底怎么回事？给我说清楚。陆老爷，您要替我做主啊！都是陆小少爷撺掇的，让我们在交接的时候闹事，趁乱弄死陆大少爷。我们也是拿钱办事，您饶命啊！你血口喷人，我根本不认识你。注意到陆明并没有坐在轮椅上，而是像常人一样稳稳站着后，他眼中闪过一丝惊讶和复杂。陆明，你的腿？大概是刚才为了躲刀子，一时情急忘了腿有毛病，就这么站起来了。说起来，还得谢谢弟弟，要不是他安排这场好戏，我这腿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好。你少误导爸，今天这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都是你跟陈家帮的人串通好了，算计我。你早就站起来了，故意瞒着。你只管照实说，今天到底怎么回事？有你父亲，我给你撑腰，保你没事。说实话。陆晨风脸色惨白，像死人一样，接连问了几个打手，说的都差不多。陆晨风原本打算借着今天的乱子把我灭口，没想到我不仅逃过一死，还跟上辈子一样摆脱了残疾。我回想上一世，陈家帮同样是突然翻脸，现在想来肯定是陆晨风背后搞鬼，只是他万万没算到，我竟靠着那次重伤因祸得福，这一世他又栽在我手里了。陆晨风心里明白，自己已经翻不了身了，破坏交易、谋害亲兄弟，这可是重罪。父亲就算从前再偏袒他，这回也轻饶不了。爸，您饶咪这一回吧，是我昏了头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您就我这么一个儿子了，您不能不管我啊。陆明，既然你的腿好了，就该担起陆家子孙的责任。从今天起，陈峰手里那些生意全交给你，好好干，别让我失望。陆家的将来就看你了。陆晨风整个人都傻了，瘫坐在地上。
他知道父亲向来严厉，可没想到平时对他百般纵容的父亲，这回会下这么重的手。这是夺了他的权，把他当废弃扔了。他急火攻心，猛地吐出一大口血，鲜红刺目，身上经脉翻滚，像有什么东西要破体而出，皮肤下面像有虫子在爬。陆明瞥见清雅脸色变了，眼底似乎掠过一丝快意，嘴角甚至微微勾起。看来这些日子，陆晨风急着强化体格，让清雅趁机在他身上积了不少毒。人鱼族的秘术哪是那么容易销售的？如今这些毒随着他情绪波动，一股脑全发作了。陆晨风怕是没几天活头了。陈家帮的事了结后，陆明开始接手陆晨风之前经手的那些生意。翻看账本才发现，这些年他主理的业务不仅没赚钱，反倒有好几处大窟窿，亏空惊人。论天赋，他本来就不如我，可他不敢让父亲知道亏空，就一直偷偷经营灰色地带的买卖，拿那些钱来填坑。这也是他把我当成眼中钉的原因。他怕哪天东窗事发，父亲会让我来接他的班。可千防万防，还是没躲过这一天。陆明把整理好的账目递给父亲，一五一十给他讲清楚那些亏空，条理清晰，证据确凿。陆震天看完震怒不已，把账本摔在地上。陆晨风装得人模人样，居然骗了他这么多年，把他当傻子糊弄，把脸面看得比命还重的父亲哪受不了这个？他下令把陆晨风关在别院里，没他准许，不许出来，连饭都不让送。好的，陆明也趁着父亲信任，开始在生意场上崭露头角，大展拳脚。以前那些总捧着陆小公子的富商，听说陆家风向变了，纷纷给他递帖子，争着巴结。合作过几回后，有些熟络起来的商人由衷感叹，说他比起陆晨风做事沉稳靠谱了不知多少倍，是干大事的人。可惜他这些年被腿疾困在家里，要是我早点接手陆家生意，哪还有陆晨风什么事？站稳脚跟的空当，陆明没忘了去看看他那好弟弟。去陆晨风别院时，他特意嘱咐下人别通报，直接就进去了。这个点儿他该喝药了。自从那天权势被夺，阴谋败露，他气急吐血后就病倒了，一直没好，得靠清雅贴身伺候。听说清雅每天喂他3碗特制药汁，说是能加快康复。可凭我对清雅的了解，那药汁怕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是催命的毒药。果然，陆明刚走到陆晨风房门口，透过虚掩的门缝，就看见他露在外面的皮肤烂得不成样子，结了痂又烂，烂了又结痂，整个人不成人形。他奄奄一息，闭着眼躺着，呼吸微弱的像随时会断掉。清雅坐在床边，手里端着个喝干净的白瓷碗，碗底还残留着一些药渣，大概是见陆晨风睡熟了，屋里又没人，清雅难得露出了真面目。她脸上的温柔褪去，只剩下冰冷的恨。陆晨风啊，陆晨风，你不是高高在上的人类吗？现在怎么话也说不了，手也动不了了？我们人鱼族的秘方好用吧？你到死都不会知道，这份强大是要拿命换的。你知道吗？我们人鱼族为了反抗你们人类，才研制出这种药。每条人鱼都知道，强大的力量背后只有死路一条，可我们还是前赴后继的用，就算用了会全身溃烂，痛苦死去。也有最勇敢的雄性人鱼，为了族人甘愿赴死，而你却把它当强身健体的好东西，天天求着我给你用，催着我加量。这就是你们人类捕杀我们的代价，活该！你活该，你哥哥也活该，所有人类都活该。陆明站在门外，沉默地听完。原来是这样，原来这才是清雅一直恨我的缘由。他恨我，恨陆家，恨所有不把兽人当人看的人类。在他眼里，我们都是该死的刽子手。陆明轻轻推门进去，脚步很轻。原来你一直是这么想的。陆大少爷，你都听见了？没事，我一直都知道，从一开始就知道。你什么时候看穿我的？从什么时候开始？从一开始吧，从你在斗兽场跪下的那一刻，我就知道你是装的。一个真的温顺的人，眼神不是那样的。可你为什么不揭发我？为什么让我留在陆家？你明明可以。因为将心比心，如果有仇人伤我家人，害我族人，最后还把我掳走一辈子，为奴为婢，我能不恨吗？我能不报复吗？我做不到。清雅愣住了，眼眶突然红了。人类压迫兽人是几代人积累下来的历史问题，
仇恨哪是短时间内能化解的？可错的从来不是兽人，是人类。他们要的不过是自由罢了，是活着做人的权利。正说着，陆明看见本该熟睡的陆晨风，睫毛竟动了动。他心里明白，他怕是早就醒了，见自己和清雅都在，知道自己没还手之力，再装睡。陆明用眼神示意清雅看陆晨风的睫毛。怎么办？他听见了。陆明笑着掏出早已备好的哑药，递给他。这包药，他今天本就是给陆晨风准备的，没想到还派上了别的用场。后面的事，陆明没亲自动手，清雅替他把陆晨风毒哑了，干净利落，没有一丝犹豫。如今他手脚溃烂，写不了字，又说不了话，没法辩驳，吃喝拉撒都离不了人。没有父亲的命令，就是死在别院里也没人知道。陆晨风彻底失去了跟我斗的资格，他躺在床上，只能眼睁睁等死。陆明在陆家一步步站稳脚跟。几个月后，陆晨风死了，死得悄无声息。他从父亲手里正式接过家主的位置，把陆家的军火生意又往上推了一层，比父亲在的时候还要兴旺。自从陆明掌权后，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兽人的法令，至少在陆家管辖的地盘上，兽人的权益有了保障，不许打骂，不许虐待，要给吃给穿，干多少活给多少钱，和人类一样。至于清雅，陆晨风死后，陆明随他的意，放他回了人鱼族。临走前，他像感应到什么似的，回头看了陆明一眼。陆明，我做了个梦，梦里我是你妻子，最后我害死了你，我用了那个秘术，让你变得很强很强，然后你死了。梦而已，你还当真？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罢了。可我还是得跟你道歉，为我曾经恨过你，为我想过要害你。我接受，你走吧，回你的族里去，以后别再恨了，好好活着。我猜，他大概也觉醒了前世的记忆。不过这都不重要了，前世今生，恩恩怨怨，都让他过去吧。陆明目送清雅离开陆家，身影消失在晨雾里，然后他转过头，摸了摸身旁苏荷微微隆起的肚子，瞧这孩子，还没出世个头就这么大，在肚子里就折腾得厉害，生出来啊，一定是个壮实的小子。但愿他能生在一个不再有偏见的世界里，不用再像他娘一样，从小被人追着打。5年后，爸爸，我的小念念又长高了。这孩子随了苏荷的白狼血脉，才4岁就比同龄人类孩子壮实一圈，一双幽蓝的眼睛像极了他娘。我们给他起名叫陆念，念头的念，念想的念。今年各大家族的兽人解放令签的怎么样了？有多少家同意了？签了7成，剩下那3成，要么是跟咱们陆家有世仇的，要么是顽固不化的老派，死活不肯签。不过没关系，军火生意上他们还得看咱们脸色，慢慢磨，总能磨下来。不急，那就好。窗外院子里几个兽人孩子正和人类孩子追逐，嬉戏笑闹声传进来。放在5年前，这景象想都不敢想，兽人和人类在一个院子里玩做梦。爸爸，外婆和大姨什么时候来接我呀？我想他们了。快了，下个月咱们就去白狼族的地盘看他们，让你娘给你收拾小包袱。苏荷的姐姐和母亲在她嫁进陆家第2年就被陆明派人找到，当年他们被人类抓去当打手，后来侥幸逃脱，躲进了深山老林里，吃了很多苦。苏荷和他们相认那天，哭得稀里哗啦，把陆念都吓着。大少爷，门外有位客人，说是您的老相识，这是拜帖。老相识？谁啊？他打开一看，上面只有一行清秀的字迹：人鱼族，医者清雅。让他进来吧。是，大少爷，大少奶奶。管家应声退下。不多时，清雅被引进了书房。5年不见，她还是那副柔弱模样，
只是眼底的锋芒收敛了许多，像是被岁月磨平了棱角。穿着也不再是陆家给兽人准备的粗布衣裳，而是一袭淡青色的长裙，料子虽不名贵，却干净雅致，很衬她。她手里提着个竹编的药箱，进门后先朝陆明和苏荷欠身行礼，礼数周全。陆大少爷，陆大少奶奶，冒昧来访，打扰了。清雅姑娘，今天怎么有空来陆家？坐吧。这孩子真好看，像大少奶奶。谢谢。我这次来，一是想谢谢当年大少爷放我回去的恩情，若不是您，我早就死在陆家了，也不会有今天。这份恩情我一直记着。二来，这是我人鱼族新研制出来的药膏，对烧伤烫伤有奇效，不留疤。我想着陆家做军火生意，底下人难免有意外，就带了些来，算是尽点心意。不成敬意，还请收下。叶雅姑娘有心了。这些年你在人鱼族过得可好？族人待你如何？托大少爷的福，回去后我接替了族中医者的位子。如今人鱼族和周边几个兽人部落都有了来往，日子比从前好过多了，不用再躲躲藏藏了。大少爷，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，憋在心里5年了，不问出来总着实踏实。你说，当年你明明知道我要害陆晨风，为什么不阻止？甚至还帮我？你完全可以揭发我，让我死，让你弟弟活着。他是你亲弟弟，你为什么不救他？陆明沉默了片刻，放下茶杯，看着他的眼睛。因为我知道，你恨的不是陆晨风这个人，而是人类对兽人的压迫。陆晨风死了，是他咎由自取，他做过什么，他自己清楚。可如果当时我把你揭发出来，你会死，陆家会继续把兽人当工具，一切都不会改变。该死的人死了，该活的人活了，这就够了。清雅低下头，半晌不语，肩膀微微颤抖。清雅姑娘，你知道我当年为什么愿意相信陆明吗？一开始我也恨他，恨不得杀了他。清雅抬起头，眼眶泛红。因为他跟我说，人类和兽人应该是平等的。那时候我只当他在说漂亮话，人类都是骗子。可后来我发现他是真的这么想，也是真的这么做。这5年他为兽人做的事我都看在眼里，他不是在说，是在做。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让我知道这世上还有不一样的人类。行了，别整这些虚的了。你要是真想谢我，以后人鱼族和陆家多走东走，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开口，都是自己人。好，一定。送走清雅后，苏荷抱着陆念坐在陆明身边，靠在他肩上。陆念已经睡着了，小嘴还嘟囔着梦话。陆明，你说咱们的孩子以后会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？会比现在更好，我保证。你这么肯定？因为有我们在，有像清雅那样的人在，有这些孩子们在。偏见和仇恨是一代代人积下来的，也得一代代人慢慢去解。咱们这一代解不开，就交给下一代。总有一天，这世上不会再有人类和兽人之分，只有人。苏荷靠在他肩上，轻轻嗯了一声，闭上眼睛。窗外夕阳西下，金色的余晖把院子染成一片暖融融的金色。孩子们的笑声传进来，像最动听的音乐。陆念翻了个身，小手攥住陆明的衣襟，嘟囔着梦话。外婆、大姨，快了快了，下个月就带你去见他们。陆明搂着他们娘俩，看着窗外的暮色一点点沉下去。对了，明天是父亲的忌日，咱们去给他上炷香吧。3年了。好。陆明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当年选了我，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家。傻瓜，应该是我谢谢你，谢谢你愿意留下来。窗外月光皎洁，屋内欢声笑语。月光下，陆明搂着苏荷，看着熟睡的陆念。很多年后，有人问我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是什么，我说是在那个昏暗的斗兽场里，指着那只满身是血却昂首挺立的白狼，说了那句我要这只白狼，它是我这辈子最好的选择。窗外夜风温柔，